这个差异很大。对于台湾出生的艺人，特别艺人越来越年轻了，他从小基本上来说，就是一个我们谈到的天然独的这样的一些状况之下，他们如果真的为了生计想到中国去做一些发展，显然都被逼迫必须要表态哦，是否未来的艺人尤其台湾的艺人再也没有模糊空间？你只要去中国发展，一定都必须要去做这些相关的效忠，这种会不会变本加厉？这个今天就请我们董老师来把个脉一样。虎年的发展，这个真的就是会变成是会越演越烈的趋势吗？肯定会越演越烈。但是我先解释一下哦，就是说关于这个中国认同，有中国认同不是错事，就是说甚至主张统一都没有错。所以说相关的譬如说血浓于水、落叶归根等等等等等，两岸一家亲，这些都没有错。不过要注意的是所谓的认同那是一种心甘情愿的认同，这是第一点重要的，心甘情愿。第二点更重要的，在所有的认同里面，你必须可以自由开放的讨论。在我们台湾，譬如什么叫台湾人，什么叫新台湾人，那是开放性的，大家可以表达大家的意见。那这种认同才是真的、合理的、正确的。那为什么说中共的那些中国认同是错误的？因为它是强迫性的，它是暴力性的，它还有专制性，就是说是蛮横的简单的说这个中国人是什么？可不可以让每一个中国人可以自由的表达中国人应该是什么？中国人是什么？什么样的中国人才是光荣的中国人？每一个中国人有没有那种权利、自由权利？你来清楚表达，这样子所凝聚的中国认同，我相信一定是强大的。不过今天的问题就是说，什么叫中国人？那是由中共说了算。对不起，中共也只是中国的一部分而已。简单的一个比例中国共产党党员1亿人嘛。中国的人民有14亿人，所以说你中共也只不过是那14分之1嘛。那另外的13亿人有没有权利，有没有这个自由可以表达他对中国人的想法，这才重要。所以你回去看那个芳芳讲那2句话，小孩子不讲理，打他2巴掌才知道厉害。这个就反映出中共的那种心态，就是这是一种父权专制的这种心态，它甚至是这种中原王朝的思想。什么意思？刚才彭孝大哥已经讲了，这种王朝思想这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，都是那个王的。那个王是谁？中国共产党嘛，是这里出了错误。所以说，这种专制性的、蛮横性的这种所谓的中国认同，不可能得到台湾人的认同的，对，这才是重点。相关的例子在1996年、95年那个时候，台海危机的时候，其实当时的我们的总统李登辉，他早就讲过了，中共再大也大不过我爸爸。因为李总统那个时候已经感受出怎么会有这种王朝那个天朝的心态，他感受的十分的痛苦。我们的李登辉总统，我再讲一个2年前的例子，在美国的那个这个美国川普政府的那个中国的测试余茂春嘛，有没有？余茂春帮这个川普出测嘛这个中共非常的痛恨他。竟然宣布把余茂春从他的家族、从他的族谱里面除名。余茂春后来公开的讲，这个就是中共荒谬可笑的地方，把一个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家族把我除名，把一个我从没看过的这个族谱名册把我除名，这个就叫荒谬。这个就显示出我刚才说的中共的那种荒谬的心态，就是那种王朝思想、专制思想、父权的心态。这个心态很可怕就是说你只要一认同这种中国认同的话，那对不起后面还接着没有国哪有家。
对不对？没有国哪有家？所以每一个个人，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可以牺牲的，为了那个所谓的大中国的荣耀。好，那我刚才也讲了，我也认为说，2022年，今年中共的对台政策已经很清楚的，他就是要逼迫台湾人选边站，他就是要逼迫统一。所以说，这个在这个习近平的那一句话哈，就是说所有的台湾人民要跟台独划清界限，有没有？习近平已经讲了很多次了，汪洋后来又补充，对不对？每个人要跟台独划清界限，汪洋还要求这个我们的台企台商，过去汪洋讲的，过去你们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受益者，现在你应该要成为这个祖国统一的创造者，是什么意思？汪洋中共已经要求每一个台湾人，不只是台商台企，你要为统一做出贡献。所以说呢，我刚刚说过，就是中共的对台政策现在已经很清楚了，今年以来，他就会逼迫所有的台湾人要选边站，他的选项只有2个，一个叫做统一，不统一你就是台独，没有那个中间选项。所以说呢，你就可以看到方方的这种表态。那中共逼迫台湾人统一呢，第一个他会先逼在中国大陆的台湾人，他们今年会全部倒霉中共会先逼他们嘛。那逼迫的方式呢，这种表态有4个层次。第一个层次叫做逼迫你要反对台独，支持9·2共识，有没有？这个是最低的层次。再进一步逼迫你要这个认同这个中国人，你要认同祖国。第2个是逼迫你的认同，结束了没有？没有，还有第3个层次。第3个层次逼迫你拥护共产党，拥护习近平，对吗？党嘛，结束了没有？没有，还有第4个层次。你前面那3个都已经表态了，好，我最后你要支持统一，你要创造统一，所以呢，这是4个层次的问题。那你从方方的这个，我相信方方他不是被逼的，我相信方方是基于他自己的考虑等等他说出他的认同，但是后面在中国大陆的台湾人。今年我刚刚说的那4个层次的表态，会不同的会呈现出来。简单的说了，我们后面还会看到好几个方方出现，所以今年的状况大致就是这个样子。